七叔，这就是程远。还记得七叔吗？一直是我们程氏集团的总管，是父亲生前最得力的助手。嗨，七叔。好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七叔想你，大家都盼着你回来。来，阿远，叫大姐。大姐，这是皮皮，大姐的儿子。加油！皮皮，你不是一直吵吵要见舅舅吗？这回见到了。皮皮，把你妈先带回去吧，你妈身体不好，不能站太久。血，全都是血。你回来就是血，我已经看到了，皮皮，快把你妈扶回去，快去！他怎么了？大姐怎么了？自从你大姐夫去世以后，你大姐就这样。舅舅，你比皮皮哥哥帅多了。这是优娜，我的女儿。阿远，丽达，是丽达吗？是啊。阿远，没想到你还没有忘记小的时候一起玩的伙伴。因为我们和费家的盟约，作为费家的代表，你得一直留在南亚。也可以说，他一直在等着你回来。我想先看看父亲。小远，快吃。麻烦帮我上一副刀叉，谢谢。阿远，当年大哥送你去美国的时候，我是反对的。我反对的不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当时你已经很安全了。更何况这几年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还要你继续留下，接受美国式的教育。为此，不惜割舍亲情，骨肉离散呐。虽然我不知道爸爸栽培弟弟的苦心，可我听爸爸说过，他说总有一天，我们华人会像美国佬一样，扬眉吐气地走向全世界。我怀疑的就是这一点。阿远，你这次回来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啊。城市公司对你来说可能太老了，可是你对城市公司来说也太年轻了，所以你要好好的适应融合。至少我们城市公司这些老古董，包括你的父亲在内，都是吃惯了筷子的。
七叔也不尽然吧。其实我也喜欢用刀叉，就是当着您的面不好意思说。啊，给费小姐上一副刀叉。妈妈，我也要要什么？刀叉。吃饭。Chopsticks, please.喂 ，Give me chopsticks. 喂，吃饭不用给筷子的吗？喂，有人吗？有人吗？你们怎么吃饭不给人家筷子啊？有人吗？有没有人权？你们欺负人啊！ Shut up! Don't eat it anymore. You're free now. What? Your friend said everything did by him, so you're free now. You understand? 你的朋友已经认罪，所以你 get out. Come on. 我不走，我要我男朋友！我不走，我要我男朋他刚回来，很多事情不清楚，你要勤快着点儿。好。今天没给你妈吃镇定药吧？哼，我就知道是你小子捣的鬼。下不为例。我听说他在回来的船上出了点小事儿，你去帮我查清楚。而且让我来给你当导游，熟悉一下这里。你可能还记得，金山岛从第一代程先生起就属于程家，经历了那么多年，所属权都没有改变过。刚才的别墅就是你们在岛上主要的聚集地。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谁？你是在说程先生吗？是。程先生是2个月前被查出肾衰竭的。七叔和二姐还特意从美国请来医生会诊，采用了最保守的起身方法。可是没想到，程先生身体免疫力非常差，结果很快就出现了全身脏功能衰竭。所以，他一直身体都不好吗？也不是。去年我父亲来的时候，他们打了2天的高尔夫球。我父亲还说，他打不过程先生的。Excuse me, but do you know a Chinese man named George? 不知道。你会说中国话？这当然，99%的人都会说中国话，因为这是陈先生的地盘啊。陈先生是我们南洋华侨最厉害的大富商了。陈先生是？陈氏基金听说过没有？是我们海外华人的基金。陈氏集团的办公大楼就在对面。你们平常出门都这么多人吗？不，这里所有的保镖只保护1个人，就是未来的程先生。这么说，这程先生可不太好当啊。
你知道就好，不然，父亲为什么把你藏在美国16年？也就是说，老的程先生一天不死，我就一天不能从美国回来，是吗？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程先生的公子程远先生，美国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大家欢迎。经理师，我可不可以先说2句？请。我知道，今天大家到这儿来开会，是为了执行我父亲的遗嘱，推选出一位新的程先生。我想你们可能是误会了，因为我从小就离开这儿，对家族是一点都不了解，而且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各位可以从家族里面推选出另外一位程先生，因为我可能在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之后就回美国了。谢谢。请不要再跟着我了，去保护真正的程先生吧。怎么回事啊，七叔？说走就走，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事儿？七叔，我们这会还开不开呢？说走就走，会这样的？莫名其妙了，这是七叔。说走就走了。你长得真像他，和他一模一样。我恨他，也恨你，我恨所有程家的人，特别是程家的男人。程家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只知道血，他们满手都是血，他们都不得好死。你也是，你和他们一样，都不得好死。为什么？因为他杀了我的丈夫，就这样，全都是血。你也是，放开我！谁让大姐下来的？你这胆小鬼！你替你妈妈报仇啊！杀了他！杀了他们程家人！杀了程先生！杀了程家的人！阿远，你跟我来。看到你刚才那样宣布离开，我本来很生气，可是刚才我想通了。你离开程家已经16年了，而父亲突然把这样一副沉重的担子强加于你，程家的一切对于你而言又是那么尚不可知，确实难为你了。爸爸本来想亲口告诉你这一切，自从他得病的那一天起，他就盼望着能够早一天好起来，希望程氏能够在他的手中渡过难关。当他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他就坚持着，
他想挺到你回来，亲自把权力和责任交到第4代程先生的手中，因为他知道，在南洋华人心目中，在整个海外华人世界中，程先生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已经成了一个神话。他想不出你有什么理由不来续写这个神话，更想不出你会断然拒绝这份责任。说完了吗？这只是你跟父亲心目中的程氏集团，你们所谓的顶礼膜拜了程先生的称呼而已，但并不是所有人心目中的程氏集团还有程先生。我在美国华尔街担任7家上市公司的高级金融顾问，对这个用金融科技手段制造的世界而言，一个故弄玄虚的神秘王国，一个莫名其妙的古老称号，一个装神弄鬼的没落家族，一个戒备森严的董氏集团，对于我而言，都是非常可笑的。二姐，我知道你的丈夫已经去世7年了，其实你大可不必待在这个岛上，你真的应该出去走走，寻找你自己的幸福。你不想最后变得跟大姐一样吧？皮皮，你进来干嘛？你给我出去！我本来没打算进来，可是好像听到有人提到我妈，我就不得不进来。舅舅，你可能根本不想听我喊你舅舅。不管你是离经叛道也好，数典忘祖也好，可是作为外甥，还是想提醒你一下。毕竟我们从小玩到大。日前，一名中国籍男子携女友以旅行者的身份进入南亚，在吉隆坡开往金蝉岛的客轮上，被发现其所在豪华客舱内藏有大麻。警方对此事已展开调查。Excuse me, is this the reservation office? On the 12th March, someone booked suite on the Princess Taylor. I'd like to check the name of the person. What? Hello? Hello, is this Youth Travel Agency? I'd like information about Princess Taylor. Hi, is this the reservation number for Princess Taylor? This ICPU headquarters. On the 12th March, one of Dracula who got away on the ship. Please tell me the name and the...进来。齐叔公，
前天海上缉毒队接到匿名电话，指控那艘游轮里藏有大麻。突击搜查了游轮客舱，果然找到了大麻。不过舅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跟别人换了舱位，躲过了这一劫。否则的话，今天的华人媒体估计就炸锅了。替罪的是什么人？啊，是来这旅游的中国大陆游客，没有什么背景。您看看。干得不错。记住，以后凡是程家的人，他们的一切行程都由我们来安排，不能再出现这样的纰漏了。我明白。我正在查那个匿名电话，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不错。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安排好程先生的葬礼。你舅舅现在在干什么呢？不知道，也许正在网上订回程的机票吧。他一直生活在美国，南亚的事情就不要让他知道了。是。他的名字叫程仁。那3位医生曾经到南亚给他会诊过。对，现在应该住在美国。好，谢谢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再见。阿远，来，阿远，吃点水果。谢谢，还有事吗？阿远，白天我们2个人可能都太激动了，我想再和你好好的谈一谈。不用了，我想睡觉了。阿远，来，坐下。来，坐下。阿远，姐姐求求你了，不要走，不要离开程家。父亲他老人家对他的离去也是始料未及，不然他不会不向你交代一下就撒手人寰的。阿远，姐姐有太多的话想和你说，程家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你去了解。你是程家的子孙，是父亲指定的继承人，你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阿远，你听，不要这样，真的，你千万不要这样。我现在跟程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今天之所以会回来，是我脑子里边残存的仅有的一点点的童年回忆。而且我也不叫程远，我叫George，我的家在美国。OK。混蛋！你居然不把自己当做程家的子孙，父亲白对你寄予厚望，你辜负的不仅是程家，你辜负的是上百万的海外华人。喂，哦，是吗？太好了，麻烦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他们，因为我怀疑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都是被人谋杀的。哎，他最近都在干什么？皮皮哥，程先生天天就在房间待着，基本上不出来。胆小鬼！我已经查看了3位同行对病情最后会诊的资料，病人当时确实已经病入膏肓了，治疗过程无懈可击。可是种种迹象表明，我父亲是非正常死亡。假设有这种情况存在，并对病人最终病情产生作用，那只能是一种或几种慢性的、缓释的药物，而且是以破坏人体自身免疫能力为目的的。那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长期服用某种药物，
这种药物不会导致病人直接死亡，但有可能会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是的。我明白了，谢谢你，博士，我会再联系你。Hey Dan, I can't go back to America right now. I'm going to quit. 对不起，这栋别墅自从程先生过世之后已经封闭，任何人不得入内。为什么？因为所有程氏家族的人都知道，这座别墅只属于程先生。这里边有历代程先生传承的信物，所以他只为新一任的程先生开启。那你的意思是，一天没有程先生，这个别墅一天就不能进去？是的，除非你是程先生。全体起立。现在开庭。柯基，柯基，请您坐下。现在审理第119号李克金携带大麻案。双方律师还有新的材料需要补充吗？法庭，法官先生，由于辩方申请法庭接受从中国大使馆方面送来的由被告人亲友提供的证明材料，证明被告在国内有正当职业、良好家庭，没有吸毒经历和不法记录。法官大人，检方并没有新的证据提供给法庭。根据现场缴获的大麻，证明被告方确实把大麻带到船上，并有意藏匿。警方根据举报人赃并获，嫌疑人也曾经供认不讳。我们认为本案证据确凿，请求法庭依照南亚的有关法律予以公正裁决。法官大人，他说的不是真的，大麻不是我们的，大麻真的不是我们的。安静，坐下。安静，什么人一直在喧哗？是被告的亲属，是我方第一目击证人。给你的证人提出第一次警告。程远先生提议召开这个临时的董事会，他有事情要和大家宣布。阿远，说吧。是。我准备把我父亲留给我的所有的城市的资产，都转到二姐的名下，并且推举二姐为新一任的集团董事长。大家表决吧。有什么问题吗？二丫头嘛，能耐不错，可是她也已嫁人，不能算是程家人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对城市的事业有热情，有责任感，有没有领导能力。他的姓氏跟性别应该是都不重要。那你的意思是，外姓人也可以当程先生喽？是啊。那我问你，为什么你二姐一直没有进入董事会？七叔告诉你吧，自从你大姐夫自杀以后，你父亲就定下规矩，永远不允许你这两姐姐进入董事会。规矩是人定的，也是人可以改变的，就是看对程家的事业有没有帮助。小子，
跟我说这个，你还嫩点儿。规矩是历代祖宗定下的，你要改变它可以，你得当祖宗，否则你就得老老实实听祖宗的话，按祖宗的规矩办事。那你的意思是说，只有我做这个程家的继承人，才能改变这个所谓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是吗？当然。好，那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就临时做几天程家的继承人。好，明天就由新一任的程先生代表我们程氏家族主持葬礼活动，接待各方来宾。另外，通知集团秘书处发新闻通稿，公布程远就任董事长的消息。七叔啊，您和各位叔伯安排一下时间，带阿远去祠堂祭拜一下吧。好吧，好吧。二姐，阿远，来，我有话跟你说。这局对你的男朋友很不利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吴越小姐是吧？你好，我是南亚时报的记者康妮，这是我的名片。从昨天开始我就一直在找你，你和你男朋友在南亚的遭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想为你做一个专访，希望能够对你救你男朋友会有所帮助。谢谢。我们边走边说吧。吴越小姐，你们的事情我是从电视新闻上知道的。也一直在留心你们的近况和消息，你知道吗？你的男朋友很有可能会被判处绞刑。绞刑？对呀，在南亚携带毒品超过100克，基本上都是判处绞刑。这不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1998年，一个澳大利亚男孩携带超过100克大麻入境，最后连澳大利亚总理都出来说话。他还是被判处了绞刑。还有1999年，一个美国男孩吸大麻的时候被警察当场抓住，美国总统克林顿都出来说话了，他还是挨了鞭刑。别看南亚国家那么小，可是法律却非常的严厉，而且从来不对外国人法外开恩，网开一面。这不远就是岛上的图书馆，你可以去查一下这方面的相关资料。这就是爸爸在别墅中的办公室。办公桌的对面就是大海，海的这一边是南洋，那一边就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故乡大陆。小的时候，爸爸常对我们说，乡愁就像一张船票，程家的每一任掌门人都有过这样的期待，希望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回到大陆。其实他们并没有遗憾，他们已经把梦做到了全世界任何一个有华人的地方。那是国务委员马奎纳先生，是爸爸生前最好的知己和朋友。其实你知道的，你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当这个董事长，
你是故意在激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对我而言，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城市企业选好接班人，完成爸爸生前的托付。我现在受前任程先生的委托，把他留给继承人的信物交给你。我，陈仁，程氏集团企业第3代继承人，把代表家族企业的信物欧美利亚传给我的继承人。欧美利亚是权力的象征，也可以看作是程家历代继承人积攒的宝贵财富。欧美利亚能量无限，掌控一切，但它体现出最珍贵的财富是诚信和友情。我把这笔财富留给我的后任，希望他在最危急的关头化解危机，扭转局面。记住，欧美利亚只能使用1次。希望我的后任也能够为我们的后代积攒这样的财富。我现在代表父亲，把欧美尼亚交给你。阿远，你怎么了？我什么东西都不想要，我也不想当什么继承人，我只想要我的爸爸妈妈。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二姐，欧美尼亚你先保管着吧，我想看看父亲的卧室。程先生，他身患重病，但他还在人世。他希望在他最后的时刻能够看到你，他唯一的儿子。他一直身体都不好。也不是。去年我父亲来的时候，他们打了2天的高尔夫球。我父亲还说，他打不过程先生的。很遗憾，我们在你送检的药物当中没有发现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发现，在那只空的药瓶中有他的残留。他？
是什么东西？它是一种很少见的化学药品，它中毒的病例在世界范围也并不常见，所以很容易被误诊，因此死亡率极高。另外，它并不是常见药，只有在实验室才会出现。如果那只药瓶真的来自你父亲的身边，那么你父亲的死因确实令人怀疑。果然是这样，我没有猜错，我父亲真的是被人谋杀的。我又重新看了你父亲的病历，和相关的专家进行了探讨，他们也觉得和慢性他中毒极其相似。我建议你取得病人的毛发样本，再进行进一步的检测。不行，我马上就要知道结果。明天就是我父亲的葬礼，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拿到结果。哎，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有一位朋友也在南亚，他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会和他取得联系的，让他在实验室等待你的毛发样本的送达。你让他等着我，我很快就到。